这琉璃盏用玻璃杯不行吗？视觉效果差不多，成本能降70%啊！很一场雨衣，非用凤凰毛吗？鸡毛不行吗？作为天界出了名的抠门小财神，钱多多在奢华的蟠桃宴上坐立难安，手里的金算盘拨得噼啪响。他看着满桌的琉璃盏直言，换玻璃杯能降70%成本，盯着仙娥的凤凰毛泥厂吐槽鸡毛也能凑合。翻到账本上，9999朵金箔玫瑰的开销时，更是四处张望寻找去向。当他发现金箔玫瑰竟簪在雪梅仙子发间，而玉帝正温柔注视着这位万年梅树修成的木头脑袋仙子时，当场戳破玉帝的小心思，直言这是赔本买卖。暴怒的玉帝二话不说，将钱多多踹入下凡漩涡，让他去人间体验真正的疾苦。好令令去了，让你忘了镇家桃花，还整天抠抠搜搜的。一道金光闪过，钱多多在疾驰的汽车后座惊醒，身旁气质雍容的沈明书和副驾的沈之意正居高临下的警告他，别丢沈家面子。沈家，你弟这给我送哪来了呀？天主钱多多，乡下多了一个，凭着祖上婚约成功嫁入豪门，国家不受重视，最后还被吸金女傅婉晴陷害致死。玉帝呀玉帝，你这下手也太狠了，这哪是历劫，分明是体验18层地狱呀！通过读心术，钱多多瞬间知晓原主的悲惨遭遇，还遇见了沈家破产后这对母女要去夜店跳35年刀马舞还债的惨状。车刚驶入沈家别墅，就撞见傅婉晴提着行李箱以退为进，哭诉自己不该碍了多多的眼。钱多多一眼看穿箱子是空的，沈之意愤怒地拎起箱子，当场曝光空箱真相，让傅婉晴狼狈不堪，也让沈家人第一次见识到这个新媳妇的不简单。好一招以退为进，自己演戏还不忘绕回来，装模作样提个空箱子，压根就没早走了。空箱被拆穿后，傅婉晴辩解自己不忍带走沈家一针一线，钱多多顺水推舟，热情叮嘱他注意降温。虽然没什么可带的，堵得傅婉晴哑口无言。一旁的小叔子沈云浩瞬间炸毛，护着傅婉晴怒斥钱多多赶人太过分，好凶啊！恋爱脑果然惹不起，所以是傅婉晴见沈家老大嫁不成，又和我这暗恋他多年的小叔子成了一家人。他才刚满18岁啊，却被钱多多的读心术当场曝光，暗恋傅婉晴多年的秘密瞬间心出脸红。傅婉晴不甘心，假装拥抱钱多多，偷偷将手腕上的10克拉钻石手镯塞进他口袋，想污蔑他偷窃。闹这么用力，是生怕我不知道你往我口袋里塞东西。那下一步是不是应该哭着说手镯丢了，然后人赃并获的指控我偷窃呀？没想到钱多多早已知晓，当场掏出手镯，惊喜的表示第一次见面就送这么贵重的见面礼，恭敬不如从命，直接将手镯收入囊中，气得傅婉晴险些背过气。钱多多还在心里吐槽沈云浩这个天真胆大，将来会被心上人送到60岁富婆床上狠狠榨干，最后落得生活不能自理，要失禁的下场。吓得沈云浩当场捂住裤裆，对钱多多怒目而视。王妈试着出来喊吃饭，沈明书心烦意乱，让傅婉晴也留下来。一行人各怀心思走进别墅，傅婉晴看向钱多多的眼神满是阴。钱多多拿着手镯开心不已，下凡第一天白赚100万，爽！傅婉晴越想越气，趁钱多多专注欣赏手镯时，悄悄伸脚想绊倒他。就在钱多多即将扑街的瞬间，沈庭月及时出现，稳稳将他抱住，两人氛围暧昧到极致。这就是我那霸总老公，又帅又多金，还是个纯情小处男。沈庭月被这突如其来的亲近弄得有些羞涩，将钱多多扶稳后，低声询问他是否没事。钱多多瞥了眼一旁气得牙痒痒的傅婉晴，调皮地说我没事，但某人好像有事。他们回到沈家餐厅，随后他上下打量着沈庭月，心里又泛起嘀咕，我这便宜老公可真俊啊，可惜年纪轻轻就被人下了慢性药，1年后就要肾衰竭了。不过等他一走，我就是年轻寡妇，财富自由，神仙日子也不过如此呀。这番心声让在场的沈家人都惊呆了，沈庭月更是满脸不可置信。沈明书连忙拉着他小声提醒，你这老婆说什么重什么，可得护住肾。就在沈家人被钱多多的预言震惊时，公公顾静安提着公文包出差归来，吵吵闹闹的，出什么事了？沈明书立刻换上体贴的笑容，上前挽住他的胳膊。钱多多刚拿起水杯喝水，一抬头看到顾静安的脸，惊得把嘴里的水全喷了出去，直接给对面的傅婉晴洗了把脸。我去，傅婉晴肚子里的孩子竟是公公的种！这句话如同惊雷，让沈明书瞬间松开挽着顾静安的手。沈庭月、沈云浩、沈之意3人也呆若木鸡。顾静安不满地打量着钱多多，语气轻蔑地指责他屁股咂咂起，丢的可是我沈家的脸。钱多多表面乖巧应承，心里却吐槽他凤凰男靠入赘，跻身上流，有钱就摆架子。这时王妈端着燕窝阿胶殷勤地走到傅婉晴面前，顾静安也关切地叮嘱她多补气血。钱多多看着两人之间的暧昧互动，突然认出王妈是顾静安的另一个姘头。我去，原来王妈就是公公的另一个姘头啊，厉害呀！老的小的都不放过，还吐槽公公是时间管理大师。回家前还和王妈在酒店翻云覆雨，甚至点名王妈衣领下藏着显眼的印记。沈明书被这话刺激到，一把拉开王妈的衣领，果然看到胸口的草莓印，当场暴怒。说，这
痕迹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妈说：“夫人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我的隐私。”王妈被当场抓包，先是慌张的裹紧衣领，看了眼顾静安后反而冷静下来，辩称这是个人隐私。顾静安也帮腔说王妈单身有私生活很正常。王妈现在还单身，有自己的隐私也正常。你这么大庭广众的质问，你让别人怎么下得来台？沈明书气得火冒三丈，什么时候我说话轮到你插嘴了？并勒令王妈解释清楚，否则就卷铺盖走人。王妈委屈地表示自己在沈家做了这么多年，品行有口皆碑，质疑沈明书是在羞辱她。傅婉晴见状连忙打圆场，说王妈是在和之前照顾的大叔谈恋爱，只是怕人说闲话才没声张。王妈连忙顺着这个台阶往下走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傅婉晴这么热心肠帮王妈打掩护，难道是害怕王妈走，却没人帮她下药？沈云浩烦躁地呵斥钱多多：“少在这胡说八道！”沈庭月却面色一沉，厉声提醒他注意态度。她是你大嫂，心里却开始怀疑。联想到钱多多之前的话，他吓得碰掉了餐桌上的碗筷，内心震惊不已。我是被爸和婉晴陷害的。婆婆多年不管公事，弟弟妹妹年纪又小，这个农村儿媳又掀不起什么风来。等沈庭月一走，这家产不就是拱手让给正值壮年的公公和小三儿吗？沈庭月越想越心惊，悄悄拿出手机给助理发信息，让他查一下顾静安最近1年购买的药物。顾静安和傅婉晴对视一眼，故作镇定地找借口要离开。顾静安说有国外客户临时到访，需要亲自接见，表示诚意，还在沈明书脸上落下一吻，才匆匆离去。傅婉晴也假装看了眼手机，说约了朋友要出门。钱多多看着两人先后离去的背影，心里腹诽，这么迫不及待，是怕别人发现不了他们的奸情。他起身说自己吃饱了，要上楼收拾房间。沈之意颤巍巍地问沈明书：“爸和婉晴姐该不会是去？”沈云浩立刻反驳：“一定是那个女人搞的鬼！”沈明书眼神决绝，一拍桌子说：“去你妈卧室看看！”沈明书带着沈云浩和沈之意在顾静安的卧室里翻箱倒柜，被褥和衣柜被掀得凌乱不堪，所有抽屉也被全部抽了出来，却始终没发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。沈云浩抱怨道：“我就说嘛，婉晴姐和爸不是那种人，都是钱多多在这挑拨离间。”沈之意也附和说：“妈，是不是那个钱多多嫉妒婉晴姐，所以才想用这种手段逼你赶她走？”就在这时，钱多多慵懒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：“你们这是干嘛呢？集体大扫除吗？”沈云浩正在气头上，指着钱多多怒斥说他胡说八道。钱多多装无辜地说：“我说什么啦？”内心道：“我的蠢婆婆呀，要找证据在这儿翻有什么用？那渣男和小三早就处理过了。不对，那对狗男女胆子还真大，居然敢跑到沈家旗下的酒店里翻云覆雨。”钱多多内心继续想到，我该怎么提醒他们呢？毕竟这种豪门捉奸的好戏我可不想错过。沈明书听到这话，瞬间瞪大眼睛。沈庭月若有所思地看了钱多多一眼，转头对沈明书说：“妈啊，您今天下午是不是要去巡视酒店？”沈明书立刻心领神会：“对，是有这么一回事儿。我也想去，开我一个呗。”沈明书一行人气势汹汹地走在酒店奢华的地毯上，酒店经理额角冒汗，亦步亦趋地跟在旁边试图阻拦，陪笑着说顾董正在跟重要客户谈生意，特意叮嘱过不能让任何人打扰。沈云浩皱眉质问：“什么重要的客户啊？连我妈都敢拦？”沈之意更是直接推开经理，直言：“识相的话，赶紧给我让开！”一行人走到套房门口，沈明书急切地刷卡推门，却发现门被锁了。经理再次上前恳求沈明书别为难他这个小员工。为难？我问你，里面的人到底是谁？话音刚落，门内就传来一声压抑的娇喘，紧接着是男人粗重的呼吸声和布料摩擦的窸窣响动。钱多多眼睛瞬间亮了，心里激动的呐喊：“来了，高潮戏码就要来了！”沈明书脸色一变，直接将经理推开。沈庭月更是一脚踹开套房门。沈明书四人看到屋内的景象后，满脸不敢置信的瞪大了双眼。沈明书四人冲进套房，却只见顾静安衣冠整齐地坐在沙发上，傅婉晴则坐在另一侧沙发上，正拿着纸巾擦拭茶几上文件上的水渍。傅婉晴抬起头，露出恰到好处的惊讶，询问：“你们怎么来了？”并解释说自己刚才不小心把茶水洒在伯父的文件上，正在处理。闪回画面显示，顾静安和傅婉晴刚才正在亲热，突然听到门外经理的声音，顿时惊慌失措，连忙捡起地上的衣服穿戴整齐。顾静安快速坐在沙发上，傅婉晴则在茶几上摆上4个茶杯，拎起茶壶浇在文件上，假装擦拭的样子。沈之意松了口气，劝沈明书：“妈，看来都是误会，您别生气了。”沈云浩愤怒地看向钱多多，指责他栽赃婉晴姐。
还指着桌上的4个茶杯立正清白。钱多多眨巴着无辜的眼睛，反问傅婉晴：“不是约了朋友出门，怎么会来酒店？”傅婉晴脸色瞬间一白，沈明书也沉下脸追问缘由。是这样的，伯父约了 Steven 先生谈合作，我有个朋友刚好和 Steven 先生接触过，伯父就请我牵个线。钱多多内心 OS 无语，摆个茶杯而已，这个沈云浩还真是个恋爱脑晚期，没救了。要是让他知道他心心念念的婉晴姐的蕾丝内裤，这会儿还藏在被子底下，是不是当场得心碎成2维码呀？这话让沈云浩瞬间瞪大眼。沈明书立刻质问被子下面是不是有东西。见顾静安脸色大变，他猛地掀开被子，一条性感的黑色蕾丝内裤赫然出现。在酒店豪华的套房里，气氛突然剑拔弩张。沈明书胸口剧烈起伏，手指颤抖地指着床上的蕾丝内裤，愤怒地质问着心虚的顾静安。顾静安，这是什么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！顾静安脸色瞬间煞白，额头渗出密密麻麻的冷汗，他眼神闪躲，支支吾吾地表示自己也不清楚状况，随后急忙转头朝门外大喊：“让经理进来！”不一会儿，经理匆匆走进房间，看到床上那条惹眼的蕾丝内裤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他连忙点头哈腰的致歉，解释说这是上一批客人遗留下来的，是保洁打扫的时候疏忽了，没有彻底更换床品，这一切都是他的失职。顾静安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立刻换了一副嘴脸，厉声斥责起经理来，强调这么基本的错误都能犯，差点就毁了酒店的口碑。然而沈明书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他眼神锐利的在经理和顾静安之间扫来扫去，显然对这套说辞心存怀疑。傅婉晴见情况越来越不妙，眼珠子一转，突然两眼一闭，整个人直挺挺的朝后倒去。沈云浩眼疾手快，一个箭步冲上前，稳稳地将他扶住，脸上满是担忧，忍不住惊呼起来。顾静安也连忙喊道：“还不赶紧送医院呢！”沈云浩二话不说，抱起傅婉晴就往外跑，其他人也都急忙跟了上去。钱多多站在一旁，双手抱胸，冷笑一声，心里暗自吐槽：一出事就装鸵鸟，这人精，难怪能把沈家人骗得团团转。众人火急火燎地将傅婉晴送到了医院。过了一会儿，医生从病房里走了出来，告知大家傅婉晴只是情绪激动加上低血糖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就在这时，沈明书突然想起钱多多之前说傅婉晴怀孕的事。我去，傅婉晴肚子里的孩子竟是公路的种，连忙追问医生：“那她肚子里面的孩子呢？也没事吗？”这话一出，站在身后的顾静安瞬间僵在了原地，目光中满是震惊和惊慌。顾静安连忙朝医生使眼色，摇摇头。医生心领神会，翻看手中的病历后递给沈明书，说检查报告上没有显示怀孕。沈明书翻看病历后彻底放心。钱多多却在一旁冷哼，心里不屑地想：哼，顾静安每次都带傅婉晴来这家私立医院产检，肯定早就跟医生勾搭好了呀。沈庭月不可置信地看向钱多多，沈明书则愤怒地斥责他：你照料婉晴还不够，现在还要污蔑你公公，你这是要彻底毁了我们家才行是吗？沈庭月连忙上前安抚沈明书，说自己带多多出去聊聊，拉着钱多多来到医院花园。沈庭月面色不耐地质问钱多多：为何处处针对爸和婉晴？还有那些没有根据的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钱多多装糊涂说自己没说什么，心里却暗自嘀咕：这霸总的八字有问题，专门挑这块地站着，一会儿就要被失控的推车撞残了。沈庭月见他还在诅咒自己，不由得有些愤怒，转头一看，一个载满货物的手推车正朝自己冲过来。钱多多眼疾手快，一手搂住沈庭月的腰，脚下灵活旋转，另一只手拉住推车手柄，将其稳稳停下。沈庭月被钱多多搂在怀里，脸色煞白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震惊地问：你真的知道会发生什么？钱多多伸手拍拍他的肩，又轻轻戳了戳他紧绷的胸口。哎呀，人家都是瞎说的嘛，老公，人家就是太喜欢你了，所以就一看到你有危险，钱囊一下子就爆发了。哎呦喂，这肌肉摸着真不错，硬邦邦紧绷绷，我得趁现在有时间赶紧摸摸。沈庭月脸一红，正想说什么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助理打来的电话。助理在电话里告知，顾董近1年每月都会购买含有关木通成分的中成药，这种药物长期服用会导致肾功能在1年内快速衰竭，并且无法逆转。沈庭月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，想起他说自己1年后要肾衰竭的画面，转头看向钱多多，心里震惊不已。又被他说中了。与此同时，医院病房里，傅婉晴见沈明书等人离开，眼神瞬间阴冷，询问顾静安他们今天怎么会突然来酒店，还知道自己怀孕的事。顾静安顿悟，说肯定是那个钱多多搞的鬼，这丫头刚来沈家就把他们查得一清二楚，幸好自己提前安排了医生配合，否则事情就暴露了。傅婉晴咬牙切齿地念叨着钱多多的名字，
傅静安表示，计划必须提前，掏出手机拨通电话。计划提前。夜晚，钱多多盘腿坐在沈家别墅的沙发上，面前摆着一个算盘和一沓草稿纸，手指飞快地拨弄着算珠，嘴里念着怎么才能在沈家破产之前多变现点真金白银出来。沈庭月走到他身旁，好奇地看着他的动作，询问他在干什么。钱多多头也不抬地回答：“这是战略储备，经济防御，等缺钱的时候他就知道该谢自己了。”沈庭月心里想着他这是缺钱了，从包里掏出一张金光闪闪的黑卡，递到钱多多面前，说这是自己的副卡，他要是缺钱可以拿去花。钱多多见状立刻抬头，眼睛瞬间亮成星星，心里狂喜：哇哦，来财来财，天降横财！算盘打得噼啪响，不如老公一张卡。他连忙接过黑卡，拍着胸脯保证，从今往后有自己一口肉吃，就有沈庭月一个碗刷。沈庭月嘴角微微勾起，正要开口，沈明书就走进别墅，看到沙发上的钱多多，严厉地警告他以后不许再污蔑婉晴，刚嫁进来要安分点。钱多多敷衍点头，心里却恨铁不成钢地想：傻婆婆那对狗男女早就安堵陈仓，正在收集公司散股准备篡位，他还在这儿被当枪使了，还承诺就算沈家破产自己也会养着他，不让他和小姑子去夜店跳舞。沈明书怒喝够了，别再说跳舞了。钱多多无辜眨巴眼睛，说自己什么都没说。沈明书却直言：别想糊弄我，你刚才说他们在收集散股。第二天一早，一家人坐在餐桌前吃早饭。沈云浩喝了口牛奶后，好奇地问沈明书：一大早叫大家下来有什么事？沈明书和沈庭月对视一眼，郑重宣布：现在庭月跟多多已经完婚了，按照老太太的遗嘱，该把公司交给庭月。静安，斯蒂文先生的合作交给庭月去谈吧。这话一出，顾静安脸色瞬间一变，手里的咖啡杯没握稳，直接碎裂在地上，咖啡洒了一地。傅婉晴更是下意识地惊呼出声：不行！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，沈明书和沈庭月的眼神里满是审视与怀疑。傅婉晴意识到自己反应过激，连忙调整表情，换上忧心忡忡的语气解释：伯母，和斯蒂文先生的合作已经到了关键时刻，要是这时候更换人员，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把公司交给庭月又不急于这一时，不如我们先把项目谈成，然后再办也不迟。沈明书不悦地反问：是你们两个表现得如此紧张，难道害怕什么？让顾静安和傅婉晴心头一紧，脸色微变。沈云浩见傅婉晴神色慌张，连忙拉着他的胳膊想帮腔，钱多多却在悠哉悠哉地啃着吐司，心里吐槽道：当然是怕你发现他们的烟渣是呗。这对狗男女不仅转移公司财产，还把沈家酒店套房当专用根据地，甚至喜欢把不可描述的过程录下来，真恶心。沈云浩动作一顿，伸出的手连忙撤回。沈庭月给沈之意夹菜的同时，眼神死死落在钱多多身上，等着看后续的瓜。这时王妈重新端来咖啡壶和咖啡杯，钱多多吸了吸鼻子，又闻了闻沈庭月面前的咖啡，疑惑地说：老公，妈的咖啡味道怎么和你的不一样啊？这话让王妈、傅婉晴和顾静安的脸色瞬间闪过一丝慌乱。王妈连忙挤出笑容解释：先生跟少爷喜欢的咖啡豆品种不同，所以闻起来味道才不一样。沈庭月心里和沈明书交换了个眼神，心想饮食是下药的绝佳机会，咖啡口味不同，正好单独动手脚。他轻轻推开面前的咖啡杯，平淡地说：妈妈，我今天不想喝咖啡，帮我换杯牛奶。王妈和顾静安瞬间面露难色，傅婉晴更是急切地脱口而出：庭月，我妈催一杯咖啡要4个小时呢，你要是不喝，岂不是浪费了她的心意？沈明书凌厉地看向傅婉晴，语气冰冷地反问：什么时候主人喝什么，还要看下人的安排了？你是不是对我们沈家的家务事有点过分上心了？顾静安见沈明书动怒，连忙慌张地辩解，说沈明书是在胡说。随后话锋一转：那就按照你说的办，正好这2天我还要去港城出差，那接下来的谈判就交给庭月吧。众人继续吃饭，没人注意到顾静安起身时眼神里的阴雾。钱多多吃饱喝足，正准备回房间，却在2楼走廊看到傅婉晴红着眼眶，楚楚可怜地拦住了要回书房的沈庭月。傅婉晴哽咽着说：伯母是不是不喜欢我？多多来了之后，他就对我发了好多次脾气了。我知道我说什么都不对，但我也是一片好心啊。他本以为这番话能让沈庭月心疼自己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得意，没想到沈庭月脑海里却闪过钱多多之前的心声，知道自己是被爸和婉晴陷害的，于是沉下脸说：既然知道说什么都是错，那就少说。傅婉晴瞬间呆住，眼泪还挂在脸上。老公，你也太直男了吧！婉晴姐的意思是想让你安慰她，不是让她闭嘴。钱多多在一旁忍不住嗤笑出声，说老公太直男，婉晴姐只是想让她安慰一下。
傅婉晴把怒火撒向钱多多，指责他躲在那里偷听，太没教养。钱多多走到2人面前，直言走廊是公共区域，而且傅婉晴说话声音那么大，自己想不听都难。沈庭月上前一步，将钱多多半搂进怀里，目光冷淡地提醒傅婉晴：“多多是我的妻子，请你注意措辞。”傅婉晴气得咬牙切齿，狠狠瞪了钱多多一眼，转身踩着高跟鞋快步离开。钱多多看着傅婉晴气急败坏的背影，心里吐槽沈庭月直男是直了点，但护起时来还挺带感。沈庭月听到这话，唇角微微勾起。2人回到客厅，钱多多坐在沙发上，兴致勃勃地看着电视。沈庭月坐在一旁给他剥橘子。这时沈明书开门回家，身后还跟着一位英俊的中年男子。他介绍说这是钱多多的秦伯父，自己的老同学，之前一直在国外，和斯蒂文先生是硕士同学，这次特意回国帮忙牵线谈判。钱多多一边吃着橘子，一边打量着秦书文，心里想着这就是秦书文啊，暗恋婆婆多年。沈明书闻言十分放心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钱多多却继续在心里补刀，婆婆也不想想，她能想到找秦书文，公公怎么会想不到？她不告诉婆婆，就是因为秦书文早就和她站在一条线了，是公公安排的棋子，目的就是在签约仪式污蔑婆婆出轨，转移资产。这话让沈明书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。婆婆落魄后啊，这个秦书文还成了婆婆的榜一大哥呢。后来约婆婆私下里见面，趁机把婆婆囚禁了起来，折腾了好多天呢。我去，这世界的中年人都这么逆天吗？哎，你还别说，这强制爱的剧情还挺香的。沈明书愤怒地攥紧拳头，沈庭月连忙握住他的手，对秦书文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有别的事情，今天就不留您吃饭了。”秦书文脸色闪过一丝诧异，镇定地说明早再来接沈明书，随后便离开了。秦书文离开后，沈庭月将沈明书拉到厨房，小声询问他打算怎么办。沈明书愤怒地说：“哼，敢算计我，真当我是吃素的？”这时他突然想到钱多多之前说过，顾静安喜欢把出轨过程录下来，而后看向沈庭月，眼神变得锐利，说：“你想办法把视频弄到，要是签约仪式上他没整什么幺蛾子，我们一切相安无事。要是他真像多多所说的那样污蔑我，我一定要让他自食恶果。”沈庭月愣了片刻，点头答应。另一边，钱多多完全没察觉客厅里的暗流涌动，还在兴致勃勃地看着电视。沈庭月回到客厅，将包好的橘子递给钱多多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复杂。他现在越来越确定，钱多多的话绝非空穴来风。这个看似普通的乡下媳妇身上藏着太多秘密，而钱多多只顾着吃橘子，根本没注意到沈庭月的异样，心里还在回味刚才的剧情，完全没意识到一场针对沈家的巨大阴谋即将在签约仪式上爆发。金碧辉煌的宴会厅内，大屏幕上显示着签约仪式的字样，闪光灯不停闪烁。斯蒂文和沈庭月站在台上握手，互相道贺，宾客们纷纷上前恭喜，称赞这次合作是业界典范，还有人朝顾静安称赞夫犬子。沈明书抢先一步接过话茬，届时宣布，既然庭月能独立促成合作，他和静安决定将明盛集团的管理权彻底交给庭月。顾静安和傅婉晴瞬间变了脸色，台下宾客也开始窃窃私语，说老沈董夫妇早就想把公司交给小沈总，是顾静安一直霸着实权不放。顾静安收敛神色，装出温柔的样子，说自己以后有更多时间陪沈明书。当年你一个乡下穷书生追婆婆的时候，鞋底磨破了都不舍得换，现在你穿着意大利手工皮鞋，说起瞎话来眼睛都不眨。这时顾静安和傅婉晴交换了个眼神，傅婉晴用口型说出行动。顾静安走上台接过话筒，先是深情回忆自己和沈明书的过往，说自己一直把他放在第一位。话锋突然一转，悲愤地说：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同甘共苦几十年的妻子竟会罔顾夫妻情分，与他人私通并转移资产。我决定跟他离婚。现场瞬间一片哗然，记者们蜂拥而上，闪光灯疯狂闪烁。沈明书强压怒火，说顾静安是无稽之谈。斯蒂文皱着眉头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傅婉晴适时站出来，脸上满是痛心与不忍，带着哭腔说：我去公司给伯父送文件的时候，亲眼看见您和秦书文先生在办公室里举止亲密，甚至还商议要把公司的核心财产转移到你们海外的私人账户上。这话让现场再次哗然，斯蒂文也露出不悦的神色。钱多多在心里惊叹，为了泼脏水，这种瞎话都编得出来。他话锋一转，想起了更劲爆的内幕，心里继续说：毕竟她可不是什么世交之女，而是当初顾静安的白月光和别人生的女儿。顾静安也真是胆大，把傅婉晴和真正的傅家千金调换，傅婉晴为此过了20多年的好日子，可不得帮着顾静安说话吗？
这话让沈庭月、沈云浩、沈之毅和司蒂文都震惊地看向傅婉晴。沈明书更是踉跄一步，被沈庭月及时扶住。沈云浩难以置信地小声问沈明书：“是不是真的和秦书文有什么？”沈庭月低声呵斥他别被带偏。就在这时，宴会厅的大屏幕突然亮起，播放出经过剪辑的沈明书与秦书文的暧昧照片，以及伪造的资金往来记录。傅婉晴泪眼婆娑地说：“这些都是自己无意中发现的，实在不忍心看着沈家人被背叛。”今天是2家公司签约的重要日子，麻烦你注意场合。顾静安却痛心疾首地说：“是沈明书做的太过分。”自己一忍再忍，才让他变本加厉。几位被煽动的股东也愤怒地看向沈明书，指责他对不起大家的信任。钱多多在心里嘲讽：好一招颠倒黑白，难怪老公涮不好后没多久就命丧黄泉，原来是为了保住婆婆和公司。沈庭月连忙捂住钱多多的嘴，不让他再往下想。沈明书彻底心寒，直视着顾静安，问他是否真的要这么不留一地地污蔑自己。顾静安举起一个 U 盘，说里面有沈明书勾结秦书文的证据，还假意说自己顾念夫妻情分，是沈明书逼得他不得不这样做。傅婉晴在一旁煽风点火，说伯父上次出差累到阑尾炎住院，都特意叮嘱别告诉伯母，怕他担心，可伯母却这样对他。呸！他哪是什么劳累过度，明明是跟新找的小模特玩得太疯，把自己玩进医院，还染上了不干净的病。幸好婆婆早就跟他分房了，不然这豪门贵妇的脸往哪搁？沈明书故意示弱，那里面东西不能放，不然这个家就完了。顾静安以为胜券在握，执意让工作人员播放，结果大屏幕上没出现所谓的出轨证据，反而播放出顾静安和傅婉晴在酒店套房内翻云覆雨的视频，伴随着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，现场瞬间乱成一团。记者们疯狂按动着快门，视频还在继续播放。宾客们看着屏幕上的香艳画面，议论纷纷。有人嘲讽顾静安刚才声泪俱下的控诉就是个笑话，也有人认出视频里的女主角就是傅婉晴，调侃她平时孝顺的紧。傅婉晴尖叫着冲上台，高跟鞋在光滑的地板上打滑，险些摔跪在地。她企图挡住屏幕，大喊着关掉，快关掉。视频播放完毕，司蒂文皱紧眉头，不悦地告诉顾静安，自己旗下所有公司都不会再和他合作，指责他是抛弃妻子的伪君子。顾静安连忙解释，说是沈明书买通技术人员做的假视频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只要甩锅够快，道德就追不上我？这视频都高清无码自带杜比音效了，还有脸在这倒打一耙呢？哎，毕竟这老登连小三都敢带到身边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？沈明书冷笑一声，声音陡然拔高，字字诛心地说：顾静安，你对白月光余情未了，还把他的女儿安排在自己身边，别以为你做的那些事别人不知道。为了夺我沈家家业，你和小三策划这出戏，污蔑我私会，转移财产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现场再次炸开锅，记者们不停按下闪光灯。顾静安和傅婉晴脸色惨白，惊慌失措。顾静安强装镇定，说这都是沈明书精心设计的戏，就是为了诋毁他的名声。沈明书冷嗤一声，朝沈庭月使了个眼色。沈庭月立刻将一份厚厚的文件袋递到他手中。诸位看清楚，这是顾静安近半年来暗中收购明盛集团散股的记录，以及转移财产在海外购买房产的证明。真正在掏空明盛、背叛婚姻的人是他。哇哦，不愧是婆婆，年轻时能在商界杀得片甲不留，结婚后能生出我老公这么帅的几个孩子，老了还能挑手撕渣男。台下记者疯狂拍摄，几位股东愤怒地冲上前抢过文件翻看后，愤怒地围住顾静安，攥住他的衣领，斥责他是吃里扒外的白眼狼。沈明书铿锵有力地宣布，从即刻起，我与顾静安解除婚姻关系，以及他在明盛集团相关职务一并取消。同时，我还会动用法律手段摧毁他转移的所有财产。他转向司蒂文，承诺儿子沈庭月会正式接任 CEO 一职，全面负责集团运营。司蒂文打量着沈庭月和钱多多的互动，眼中闪过一丝欣赏，说愿意再给明盛一个机会。沈明书朝保安高喝，让他们把顾静安和傅婉晴赶出去，永远不许踏进明盛半步。顾静安突然跪倒在地，抱住沈明书的小腿，声泪俱下的求饶。沈明书嫌恶地踢开他，让保安把二人拖走。给我等着，我不会让你们好过。沈明书还在沙发上啜泣，沈庭月几人在一旁安慰他。沈之毅劝他赶紧振作起来，公司现在一团乱，还需要他和大哥主持大局。沈明书擦掉眼泪，说顾静安这个渣男不值得我伤心。他看向钱多多，诚恳地道歉，说之前是自己误会他了，这次多亏了他。钱多多摆摆手，说主要还是婆婆准备充分，才能当场锤死渣男。沈之毅佩服地说，钱多多是沈家的福星，小声询问现在家里是不是不会破产了，自己和妈妈也不用去跳舞了。这个嘛，
啊，那对狗男女又在行动了，真是癞蛤蟆没完没了，一天不搞事就浑身刺挠。这时，沈庭月的手机响起提示音，她查看后眉头紧锁，告诉沈明书，公司的首席工程造价师被顾建安高价挖走了。沈明书猛地从沙发上坐直，惊呼道：“什么？后天就是市政土地拍卖了，他这是要断我们的路啊！”沈云浩也慌了神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钱多多却若有所思地眨了眨眼，心里暗喜，工程造价，那不是姐的专业领域吗？不过我既没上过班，又是乡下出身，怎么让他们相信我是工程造价的祖师爷呢？沈家人听到这话，纷纷期盼地看向钱多多。沈明书连忙说：“多多，后天的拍卖会，你和我们一起去吧。”拍卖会现场，宾客热议成西地块的稀缺性。顾静安携傅婉晴挖来的名胜前造价师王工登场，气焰嚣张的嘲讽沈家没了王工，寸步难行。傅婉晴得意嘲讽：“没有人帮你们核算成本，还敢来参加拍卖会，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”沈明书从容反击，引荐戴墨镜伪装的钱多多作为名胜王牌造价师。顾静安嗤笑嘲讽：“一个连面儿都不敢露的人，能有什么真本事？”城西地块竞拍开启，起拍价2亿元，竞价迅速攀升至2亿3千万。王工低语献策后，顾静安直接加价至4亿，全场哗然。就在主持人即将落锤时，钱多多突然举牌，直接喊出4亿3千万，随后与顾静安展开竞价拉锯。顾静安最终怒喊6亿拍下地块，志得意满。钱多多并未反驳，只是内心冷笑，全程配合演戏，默默看着顾静安跳进自己布下的陷阱。他早已知晓此地下全是复杂的活动断裂带，刻意抬价就是要让顾静安用高价拍下这个天坑。顾静安拍下城西地块后，主持人推出起拍价3千万的城东废旧荒地，现场反应冷淡。钱多多精准预判此地潜力，从容加价至5千万，轻松拿下地块。傅婉晴当即讥讽：“你们怕不是疯了吧？捡这种破烂当宝贝！”面对嘲讽，钱多多不气不恼：“谁告诉你们，我们拍下这块地是要自己开发的？当然是坐等升值了，说不定运气好，能多赚好几倍呢。”傅婉晴笑他眼光差到这种地步。他走上前摘掉钱多多的墨镜，看清身份后爆笑：“原来是你这个乡巴佬，名胜找个村妇来竞拍，迟早要完蛋。”就在他话音刚落时，后排宾客突然爆出惊雷，官方文件发布，城东新区被划为教育重点示范区，即将拆迁，地块价值直接翻10几倍，全场瞬间死寂，反转来的猝不及防。顾静安见钱多多捡漏成功，仍强装镇定。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我城西那块地，未来能带来10几亿的纯利。我劝你现在最好去给你们派去现场的勘察队打一个电话。王工的手机恰好响起，接完电话的他脸色惨白如纸。原来城西地块真的挖出了活动断裂带，顾静安高价拍下的果然是个天坑。得知城西地块的真相，再加上每月要还600多万的银行贷款，顾静安承受不住打击，直接晕在了拍卖会场。为了唤醒顾静安，钱多多让主持人找来刚拖完厕所的臭水，美其名曰物理唤醒法。那股刺鼻的恶臭让全场宾客纷纷远离，钱多多却淡定地舀起桶子里的水。沈庭月十分配合地扒开顾静安的嘴，眼看臭水就要泼到脸上，顾静安瞬间惊醒。哎呦喂，这醒得也太快了，这哪是臭水啊，这分明是祥瑞。傅婉晴觉得无地自容，搀扶着顾静安仓皇离场，还放了句无力的狠话，全场宾客哄堂大笑。沈家完胜，钱多多也彻底摆脱乡下丫头标签，气场全开。拍卖会结束后，沈家恢复了平静。客厅里，沈庭月处理公务，沈明书翻看时尚杂志，沈之意盘腿拆盲盒，沈云浩瘫在沙发上玩手机，钱多多坐在沙发上外放霸总小说。听到夫人已经臭了的台词，沈家人爆笑：什么鬼啊，世界这么颠的吗？沈之意拿着没拆的盲盒让钱多多帮忙，说自己买了300个，还没抽到隐藏款。钱多多漫不经心地拆开，一只彩虹色毛绒小熊赫然出现，沈之意爆发出惊天尖叫，激动地抱住钱多多亲了好几口。沈庭月语气带着酸意：之意。沈之意连忙停下。沈云浩吐槽小妹不够沉稳，自己就很淡定。这时手机弹出傅婉晴的短信：云浩，之前的事我也有苦衷，你能出来见我一面吗？明早10点，公园见。沈云浩瞬间蹭地坐起来。钱多多瞥见短信内容，眉头微蹙，他不动声色地朝沈庭月递了个眼神。沈庭月会意，沉声对沈云浩道：别去，这是圈套。沈云浩脸色一阵青白，最终愤愤地将手机扔回沙发，我才懒得理他。这场风波暂时被压了下去。沈之意的生日宴上，宾客云集，热闹非凡。钱多多和沈庭月并肩接待宾客，默契十足。沈明书看着二人亲密的样子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沈云浩也一改往日恋爱脑模样，帮着招呼客人。沈家一派和睦景象。突然，宴会厅入口传来一阵骚动，傅婉晴挽着顾静安的手，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。
宾客们纷纷侧目，窃窃私语，吐槽二人脸皮太厚。沈明书脸色一沉，快步上前阻拦，直言不欢迎他们。顾静安厚着脸皮说：“我这个做父亲的过来给女儿说句祝福，难道都不行吗？”傅婉晴则假惺惺的附和：“我和知意曾经也是好朋友，当然是来真心祝贺他的。”两人不顾阻拦，闯进会场。沈庭月朝钱多多招手，钱多多应声上前，顺手将喝剩的香槟杯放在桌台。傅婉晴紧盯钱多多的动作，趁他离开，借着人群掩护，飞快将药粉倒进酒杯。顾静安这时凑到落单的沈云浩身边，朝傅婉晴比了个 OK 手势。傅婉晴嘴角勾起得意冷笑，恶狠狠地低语：“生日宴当天，沈家大嫂和小叔子苟且的丑闻曝光，我看你沈家还怎么在上流社会立足？”沈明书走上前，邀请宾客移步用餐区。钱多多回到桌台，拿起酒杯，察觉到傅婉晴的目光一直粘在自己身上，他故意调侃：“该不会是偷偷给我加了料吧？”傅婉晴心里一慌，面上却强装不屑，做事要离开。钱多多见状，假意放下戒备，抿了口酒。傅婉晴眼底瞬间闪过狂喜。另一边，沈云浩喝完杯中的酒，准备离开，被顾静安用父子情谊拦下，没说几句话，沈云浩就一阵眩晕，直直倒在顾静安怀里。几乎同时，钱多多也浑身脱力，酒杯摔碎在地，倒进傅婉晴怀中。傅婉晴和顾静安对视一眼，心中同步暗道：成功了。两人费力将钱多多和沈云浩拖进客房，扔到床上后守在走廊。傅婉晴贴在门板上听了半天，房内毫无动静。顾静安不耐地提议进去查看，两人伸手推门的瞬间，房门猛地拉开，钱多多和沈云浩好整以暇地站在门口，抱胸看着狼狈的二人。傅婉晴难以置信地尖叫：“你们怎么没晕啊？”钱多多嘲讽拉满，直言那药气味刺鼻，吐槽对方智商堪忧。还是说你们两个想找个铁饭碗进去踩缝纫机啊？顾静安恼羞成怒，叫嚣着酒店监控拍下两人共处一室的画面，扬言要让沈家身败名裂。钱多多却笑得灿烂，俏皮地朝他们身后指去。傅婉晴和顾静安僵硬回头，只见沈庭月、沈明书和沈之意带着2名警察早已等候在身后。为首的警察上前，表明顾静安和傅婉晴因多笔大额逾期欠款已被立案，这次是自投罗网。傅婉晴瞬间崩溃，尖叫着质问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圈套。钱多多挑眉，上前一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火力全开，强势打脸。不然呢？你以为沈家的安保是纸糊的？从你们踏进宴会厅的那一刻起，你们的一举一动就被全程监控。你说的监控，不好意思，这家酒店的安保系统是沈家全资控股的，你们下药、托人的龌龊行径早就被拍得一清二楚。他顿了顿，环视围观的宾客，声音放大几分：“真当耍点阴招就能毁掉沈家？就你们这点拙劣伎俩，给我们提鞋都不配。”沈云浩也补刀，掏出提前准备的解药，调侃对方的手段不堪一击。顾静安彻底面如死灰，瘫在地上动弹不得。警察上前，利落给两人戴上手铐，压着他们在绝望的咒骂声中离开。风波平息，沈庭月牵起钱多多的手，一枚实心金戒指突然套在他的无名指上。钱多多惊喜不已，得知还有10斤重的纯金凤冠，瞬间挂在沈庭月身上甜喊老公。沈之意故意调侃两人的恋爱酸臭味，沈庭月宠溺地搂紧钱多多，一行人说说笑笑，朝着用餐区走去，留下满是温馨。